大家好，继续我们的实战应用啊。这一讲呢，我们讲三角震荡。那三角震荡还分几种呢？第一种基本型哦，也就是对称型。还有第二种下降型三角震荡，还有第三种上升型三角震荡。那首先我们先讲第一种三角震荡，我们注意的要点有什么呢？还是一样啊，之前我讲过实盘行情解说的时候，我讲过多次，高点不断的下降，低点不断的抬高，然后伴随成交量的缩量。然后这里头有一个细节，我们需要看一下斐波那契，它经常会经常走到哪里0.786，大概这个位置，这个区间是经常出现的啊。也就是说掉个个儿，会走到哪儿 0.382 或者是 0.236。 那接着看下边还是一样的啊，希浪也是会经常走到 0.618 到 0.786， 掉个个儿，那就是走到 0.382 到 0.236 区间。然后最后 E 是最难分辨的啊，它不一定走到哪儿，有的时候走得很短，有的时候还很长，甚至有的时候会走到最下方，然后再怎么样反弹。那究竟三角震荡结束以后，它后市会朝着哪个方向走呢？正常对称型的三角震荡是一半一半啊，但主要怎么区分这个未来的方向，就是看前面的波动形态啊。如果前面是上升的趋势，三角震荡结束以后继续向上；如果前面的波动是下降的趋势，震荡结束以后继续向下。那好，我们再看一下第二种下降型三角震荡啊，这个很显然高点不断的降低，然后低点维持，一旦这个低点破位了以后怎么样？继续跌势。这种三角震荡是大概率调整结束以后是向下的啊，大概率。然后反过来上升型三角震荡，它是调整结束以后继续向上啊，向上的概率会大过向下的概率，所以这里头也有一个跟这个是恰恰相反，低点不断的抬高，高点维持不变，1、2、3不能突破，但突破踩稳以后做多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，把这三种不同的三角震荡在我们近期比特币行情当中找出来。第一种对称型很明显啊，多次讲过，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A、B、C、D、E 调整结束以后延续之前的波动继续向上。那第二种呢第二种下降型三角震荡在哪里可以看到？在这儿啊 A、B、C、D、E 结束以后继续前面的跌势。那第三种上升型三角震荡呢，我们再看一下啊，
在这里比较明显 ，A、B、C、D、E 结束以后继续向上，延续前面的波动趋势。所以说这个三角震荡也是非常实战当中经常遇到的这种波动形态啊。然后还有三角震荡内部的波动形态是什么样的呢？ABC 通常大部分概率都是 ABC 组成，还有就是或者是 WXY。 那好，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儿，祝大家交易顺利啊！